部电视剧啊火的不得了，很多人不光在电视台看这个电视剧，有的呢是在手机上看，有的呢是在网络上看，有的人看的呀痴痴迷迷、疯疯癫癫，甚至根据这个电视剧里的台词啊，创造出了一种说话方式，叫甄嬛体。哎，这部电视剧就是陈建斌、孙俪主演的《甄嬛传》。这部《甄嬛传》呢，你要仔细看下来，你发现他也没说别的事儿，无非就是皇帝啊跟这三宫六院72嫔妃之间腻腻歪歪那点事儿。朕视若瑰宝，别不负你。这里有笔墨吗？要笔墨做什么？臣妾要记下来，白纸黑字，皇上就不会抵赖了。后宫里头勾心斗角那些事儿，宫里头不就是这样，算计着荣宠，算计着名位，不算计就不能活。那么这部《甄嬛传》呢，拍的是不错，咱得承认挺好看。但是呢，准确说它是一部跟风之作。跟什么风呢？有人说那不就是清代的宫廷剧吗？还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以前清代宫廷剧，你看什么《康熙微服私访》啊，什么《戏说乾隆》啊，大多数主角不是康熙就是乾隆，这祖孙俩。但是最近这2年奇风突起，突然间他们中间这位，也就是说康熙的儿子乾隆的爸爸雍正，一下子异军突起，成了这类剧的这个主流了，当之无愧的主角，而且称他为四爷。其实四爷呢，雍正倒对啊，他排行老4嘛，胤禛。但是以往我们知道的四爷呢，戏说乾隆里管这个郑少秋演的乾隆叫四爷，论排行叫四爷。四爷，现在这雍正正式成为四爷，而且没别的事儿，就是第一个呢打点儿，第二个呢当这个居委会主任、妇联主任，调解后宫的矛盾。所以有不少这网友啊就调侃这个事儿，说你看这四爷整天忙于国家大事，剩下的功夫基本都用来谈恋爱了。所以网友啊调侃做了个片子，叫什么呢？叫四爷很忙，咱们一块儿看看。表面上你只爱马尔泰若曦，其实趁我不备，上蹿下跳，在各种电视剧里谈恋爱。你难道真认为我傻？最近朕活跃于电视荧屏，不知你有何评价？如今各家电视台都拜倒在您的魅力之下，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甄嬛，你为何变得对朕如此的冷漠啊？臣妾手贱，扫了一圈电视，看到了无数个你，和各色女子卿卿我我。臣妾奇怪，为什么你现在变得那么怂，变得那么沧桑？为什么呢？谈恋爱弄的吧？你看这里头这个剧啊，从去年开始，好多剧里头都有这雍正。你比方说宫里面主角雍正，步步惊心里边主角雍正，现在甄嬛传又冒出个陈建斌演的雍正来。其实这部甄嬛传呢，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说有的没看过说这么调侃，肯定这是个三俗之作，不能这么说。因为甄嬛传里边呢有一些很精致的场景布置啊、道具啊，包括人物对白啊。妹妹今日打扮的好生素净，可是细看起来还是个美人坯子，怎么都是好的。这里边是因为原作者啊对《红楼梦》非常喜爱，他自觉不自觉的呢，把《红楼梦》好多场景啊挪到《甄嬛传》里边了。你看它里头那些食品、那些摆设什么的，包括人物性格，有的都跟《红楼梦》很像。可曾读过什么书？臣女愚钝，看过女则与女训略识的几个字。这2本书都是讲究女德的，不错。读过4书吗？臣女不曾读过。你像现在网上广为流传的甄嬛体啊，就什么这个今日阳光明媚，本想到后花园小憩一番，避免辜负大好时光，倒也不负恩德，想必那是极好的。
就这种文绉绉的、半文半白的这样的文体，人管叫甄嬛体，不少人模仿这个。意思咱把生活当中事都能纳到里头。其实什么是甄嬛体啊？很多朋友可能看过《红楼梦》，你知道，它就是《红楼梦》里人物对白的一种通俗化，就比《红楼梦》的人物对白呢还要再通俗一点，就是甄嬛体。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做远别重逢吧。那更好了，要是真是这样，那就更和睦喽。所以说这个剧里边呢，还有一些很认真、制作的很精致的。可是呢，到现在为止呢，虽然这个剧引起的轰动挺大，看的人很多，可是舆论普遍对它的评价并不高。头一点特别关键，就说这《甄嬛传》呢里头啊，写这皇上沾花惹草，这都无所谓啊，人家皇上后宫这女人都是他的。皇上宠谁，谁的位分就高，否则位分再高，那也只不过是卑贱之躯。更主要的是呢，后宫里边这种争斗、尔虞我诈，写尽了人性的自私、阴毒、残酷、冷硬、荒寒。长得还算清秀。这里头的每个人呢，要么是整天处心积虑的琢磨害别人。瞧他穿的那身衣裳，以为有皇后撑腰就可以在这耀武扬威了吗？要么是自己心惊胆战、如履薄冰，怕别人害他。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何要这样对我？说你这弄的，第一个这不符合史实了，再第二个你总展示这个，你是不是大家心里看着呢就不舒服呢？你把人性的丑恶给放大了呢？其实呢，咱们冷静分析一下的，这个人与人斗体现在什么上？资源、空间都有限，那么人和人之间就要利用规则，怎么能获取更多的资源？你不管是后宫也好，还是所谓江湖也好，资源总是有限的。你要想争的得到的多，你就得跟人家斗。当然，这个斗呢，我们说正常的斗，合理利用规则，在规则以内，我能力比你大，那我得的资源多。别的小主那里全没有，小主是头一份的呢。还有一种非正常规则，我们就说潜规则，通过乱七八糟的手段啊，通过一些阴毒狠辣的手段，为自己上位呢得到更多资源。不得好死！后宫争宠，向来是无所不用其极，当真是报无胜负。如果这个三宫六院72嫔妃，你说那么个空间，最大资源就皇上，都争这皇上，他不这么斗反而不正常了。只不过呢，这里边呢，为了能够博得大家的眼球呢，把这个东西给放大了，或者做一点变形处理。很多人看了之后啊，心理产生不健康影响，跟着学，把这个套到办公室政治里头，套到这个职场尔虞我诈当中，是有可能学坏。观众在看这样剧的时候，可能在茶余饭后呢，对于你把这种心理阴暗的争斗写到极致，他爱看。为啥呢？咱们看电视剧图什么？就图一个剧烈的情节冲突嘛。你有冲突，这剧才好看。嬛嬛，朕是一定要除掉老十七的。朕只是给你个机会，你用你的行动向朕表明你对他并无私心。事成之后，我也不会是大清绝无一击的太子，因为他有一位是得朕信任又能干的额娘。但是《甄嬛传》的第二个倾向，大伙批评他的负面，我认为实在存在的，就是把雍正啊弄得有点太不符合历史史实，太过于细说了。这个倒是值得警惕的一个倾向。因为咱们现在看清廷剧呢，我们当然不要求每一个剧作都得遵照历史，因为历史有一些大家还没研究明白的。但是你拍了这么大量的剧，全不按照历史来，这也是个问题。《甄嬛传》中的雍正柔情似水，朕心疼自己喜欢的女子，别人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宁要美人不要江山。今夜且再做一回昏君。整日不是欢歌宴饮，就是惹草沾花。那么历史上的雍正真的是这样吗？
历史上真实的雍正形象不仅不是沾花惹草之辈，反而基本上可以算得上不近女色。因为雍正在位13年，看过的奏折多达2000多万字，一的奏折360多卷。他在位这13年，除了他过生日他休息1天，或者病的不行了歇着，连过年这时候他都不歇着。就是雍正是一个勤勉于政事的一个合格的皇帝，基本上每天工作到凌晨1、2点钟，批奏章批折子。这样的人他哪有那么些功夫沾花惹草？而且雍正年间了，雍正比较有作为，起码说他是个有作为皇帝。你看摊丁入亩，火耗归公，解决大清的一个财政制度问题，任用像田文镜啊、吕卫啊这样的人呢，汉人，等于是呢选贤不避讳满汉之争。而且他在位上的时候，大清的国库前所未有的充盈起来。你看咱们一提说清朝说康乾盛世，说康熙乾隆，这不对，中间没有雍正不可能有康乾盛世，你准确说是康雍乾盛世。康熙在位61年，南征北战，大清的国库让他折腾差不多了。康熙61年死的时候，大清户部里头，就是户部就财政部嘛，国库剩多少银子呢？总共就剩了800多万两银子，可以说国库空虚。这国库空虚2个原因，一个总打仗，第二个贪污出亏。雍正上来呢，一方面休养生息，另外一方面呢，惩治贪官污吏反腐败。到雍正死的时候呢，大清国库已经充盈到什么程度？有6000多万两银子，翻了好多番了。所以顺利的过渡到乾隆年间，大清最富裕最兴盛的时候。所以雍正呢是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雍正呢他在位上，他不仅有作为，这个人有想法。我给你举一个例子，雍正年间有本书叫《大义觉迷录》，这个书是皇上亲自编辑的，内容是什么呢？是皇上审犯人，审一个政治犯，这雍正和政治犯一问一答，组成这么一本书。皇上，皇上，你叫他皇上？你以为他是谁呀？老朽该死啊！老朽罪该万死啊！请皇上恕罪，请皇上恕老朽广北之罪。写了写。最有意思，这个书呢，在雍正年间刊行天下，文武百官老百姓都能见着。可是到乾隆他儿子一上来，这书成禁书了。也就是说，当今皇上做的书，爹的时候可以号令天下，到儿子的时候成禁书了。这个在中国历史没有。这《大义觉迷录》哪来的呢？这是说雍正初年呢，大清川陕叫岳钟琪，是个汉人。川陕这个地方位置特别关键，往南可以遥控湖广云贵，你再往北呢，对北京这边那兵打来马上就到。再往西呢，是大清跟这个青海、西藏、新疆联络的大本营，所以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历来呢，把它定为叫满区。什么满区呢？只有满族的贵族才能担当川陕总督。但是雍正一上来，重用汉人岳钟琪，结果这传闻就开了，说岳钟琪是岳飞后人。岳飞哪儿？南宋的。南宋让谁灭了？让金给灭了。金后来变成后金，后金努尔哈赤后来改成清朝吗？就是金灭了南宋，后金又灭了明朝。所以这岳钟琪呢，于国于家，他老祖宗岳飞嘛，都得报仇，都可能谋反。所以这是当时有人呢冤枉岳钟琪。其实岳钟琪呢对大清是忠心耿耿。那么这个传言呢被湖南一个书生这个书生叫曾静。这个曾静呢考上了秀才之后，再考就考不上了，然后回到家里头呢就开始教徒弟教学生。这个时候呢他受了吕留良的徒弟的一些影响。曾静呢跟吕留良的徒弟学生往来的时候，吕留良已经死了，但是这个曾静接受吕留良的影响，认为华夷之辩是第一位的，华夷之辩要大于君臣之伦。就是你是皇上，我是臣子，可是呢你是外族，那跟你就不用讲君臣之道，我就可以谋反，我把你推翻，反清复明。吕留良当年写诗嘛，清风随系难吹我，明月何曾不照人。
他就有反清复明的想法。所以曾静受这个影响，一看说岳钟琪呀，川山总督岳飞的后人，可能有谋反之意。曾静觉得是个机会。岳钟琪今天报来的奏折，说是有个叫曾静的湖南人，派他的弟子到岳钟琪那儿策反，给朕列了10大罪状，把朕说成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暴君。照理说，这第一个悖逆谋反，按大清法，这曾静、张熙都得咔嚓砍头，凌迟都得。可是雍正没有，雍正处理这事儿跟谁都不一样。他怎么处理的呢？雍正想拿着事做文章，他不仅没杀曾静和张熙，反而把他们叫到跟前呢，一对一的问答。你就是曾静？老朽就是。然后把这个问答写下来出版。他干嘛呢？他给曾静洗脑，说你怎么能说到华夷之辩呢？自古以来这个夷你就很难分清。尧舜禹的舜人称东夷，周文王是你汉族人吗？姬昌被称为西夷，西伯侯吗？没有这个说法。谁占据了中原位置得了皇权，谁就是正统。说这个雍正费这么大劲对一个穷知识分子说这个干嘛呢？因为那个时候他面临着2个关的。第一个，很多汉族人还反对满族，还有反清复明的意识，所以必须得把华夷之辩扭转过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上位的时候，虽然说不是说像野史说那样又害自己爹如何，但是雍正呢，确实是斗败了若干个兄弟，像8阿哥、14阿哥、9阿哥，这个咱们看雍正电视剧里都能看到。等于他把这些人都给压服了。那么这些人呢，不甘心让雍正继位，四处散播雍正的罪状。主子，这信里说的是谁呀？用害父害母、杀兄杀弟的，还贪财好色，不知道吧？这个人说的就是朕。怎么会？哪条疯狗敢这样辱骂主子？雍正正好借着收拾曾静这个文字狱这个事儿，把这些乱党给压服了，把这些潜在的威胁他政权的人给收拾了。所以他要利用曾静、张熙这个案子，没有杀曾静这师徒俩，反而让他们呢到苏州、杭州啊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说白了就像讲师团似的下去宣讲，我错了，我不对，当朝雍正爷圣明，我不应该有华夷之辩，让他们充当个反面教材，到各处讲学，然后凡是要有想害他们俩人的，给我严惩不贷，要保护好这个反面教材。所以雍正是有想法的，而且也收到了效果。但是我们说呢，这种打法啊，有术有效也有限。怎么有限呢？你这大义绝密录里，你得说清楚，就是说，哎呀，我没有这个杀我爹，也没有害我这些兄弟。你为了争辩这个，那难免就得把清廷有些隐秘的事说出来。结果天底下老百姓呢，根本不信你这个的。你越说他反而越猜啊，原来皇宫里还有这种窝囊事的。为了这种争权夺利，互相之间这么残忍呢？兄弟之间、父子之间都不信任，你看，所以反而欲盖弥彰。结果雍正到晚年，你听天底下到处都能听着这皇上来路不正啊，怎么着的，反而大家猜疑愈演愈烈。所以雍正一死，乾隆上来一看，该杀的杀，该记书记书，我一下省事了，采用更严酷的这种统治。雍正在位13年，勤政之名远扬，朕每天批的奏章最少也得5、6千字。大清国库由亏空500万两变为盈余6000万两。同时，他诛杀朋党，推行新政，也因此变得孤家寡人。今天朕好伤心呐！这么多朝廷官员，居然一个个作弊上官。他的功过是非，后世一直争论不休。但有一点似乎并无疑问，那就是雍正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昏君。为了祖宗的江山社稷，朕不能再把南溪留给后人了。所以我刚才复述这段历史什么呢？就说雍正啊，他是有作为、有想法、有心气的。他的心思在这上得花多少？他还能有多大力气？还在后宫里边
周旋在脂粉丛中研究儿女情长、后宫尔虞我诈这些事儿，他没那个精力。所以《甄嬛传》在这点上是绝对的野史。那么我们看呢，野史归野史，拍出来有人愿意看呢。而且现在我们看，由于清廷离我们现实很近，所以有关清朝的宫廷剧层出不穷。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火了得有将近20年了。所以有人说嘛，1644年清军入关，为中国影视剧行业的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话虽然是搞笑，可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就不提以前的康熙，后来的乾隆了，咱就说这雍正。粗略查一下这些年有关雍正的电视剧，就不下10几部。这10几部里边呢，有的是过分美化雍正，把他当做一个有道明君；有的是妖魔化雍正，把他当成无道的暴君；还有一些呢，像《甄嬛传》这样的，把他当成周旋于脂粉堆中的护理朝政的昏君。说实在，这些都没有能从历史的角度公正的认识雍正。最近这些年呢，我们这电视剧领域里啊，有这么一项叫清宫剧。这清宫剧一直都比较火，就反映这个清朝啊题材的。你像这个从那个《还珠格格》开始，后来到这个宫步步惊心，再到前不久火的一塌糊涂的《甄嬛传》，也有人管这类戏呢叫宫斗戏，这都反映后宫啊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那点事儿，咱们很多人特别喜欢看。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这剧里边啊那些贵妃呀、格格呀，扮相啊端庄秀丽，咱们看着很养眼。可是最近呢，也不知道谁这么败兴，他在网上呢弄出了一组啊晚清的时候清朝后宫那些啊贵妃啊格格的真实的照片。这确实是真的，真实可信。一看这些人这个照片里的长相，令很多看惯了清宫剧的网友啊感觉到我简直都接受不了。来，咱们一块看看清朝后宫贵妃格格照片惊现网络。影视作品中美艳动人的六宫粉黛，原来竟是相貌平平的普通妇人。真实的后宫佳丽为何让网友直呼难以接受？揭秘真实后宫选妃为何不是选美？其中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步骤和标准？又为何被戏称为拼爹游戏？一个是门第，一个是品行。下毒、暗算、美人计、枕边风，从《还珠格格》到《甄嬛传》，现代后宫戏中尔虞我诈的宫斗是否真实存在？简直就是矫情。皇后阴毒，华妃骄横，雍正多情，你所看到的未必可信。可能你要把刚才这组照片呢对比着看，也确实一般人感到接受不了。你看，明明是这个紫薇那长相的，怎么一到真实世界里比容嬷嬷还难看？明明这个杨柳细腰啊，看着特别这个苗条，一到现实当中，哎呦，这个胖的都没个样了都。近日，网上传出一组清宫妃子真实照，这让不少看惯了电视剧中妃嫔美丽扮相的网友直呼难以接受。在黑白照片中，清朝宫廷女子相貌平平，面无表情，无论长相、身材、气质，都与现代后宫剧中的美女相差甚远。影视作品中，皇后的形象一般都端庄大气，而照片中真实的隆裕皇后却既清瘦又驼背。在影片《建党伟业》中，刘涛扮演的光绪瑾妃雍容华贵，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历史上的瑾妃却显得身形臃肿，气质平庸。这种反差彻底毁了大家对后宫三千佳丽的美好想象。有网友吐槽，古代嫔妃怎么了？吓坏大家。果然真相是残酷的。你看，就光绪皇帝那妃子的照片，都说光绪皇上一辈子就是一个皇后2个妃子，怎么这整体这水准这么低？很多人由此就觉得纳闷，说这难道真实世界里真就这样吗？不假，确实是这样。有人说，那为什么你看皇帝啊，这万千宠爱集于一身，这所有这女的都奔他使劲，天下这些女人都是他的，为什么怎么清宫这后妃这么难看呢？
这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一个呢，我们都知道清朝是关外满族入关建立起来的，它建立起来清朝立国之本是八旗制度。这八旗呢，咱们不少朋友都知道，整黄、整红、整蓝、整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对，不念正，念整。这八旗制度呢，是这个满族兴旺发达的一个根本。那么它随着规模扩大呢，就不光是满族了。我们知道满蒙通婚，满蒙一家，所以有满八旗，还有蒙八旗。后来从这个关外往进打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不少北方的汉族人加入到了他们的队伍当中。所以呢，出于军队建制的需要呢，有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那么按照清朝皇室的规定呢，就说你这个王公贵胄啊，这尤其是皇上、皇族这个，你要想纳妃子或者是正式娶妻，不能娶汉人。当然不包括汉八旗，汉八旗被视同于和满族人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娶汉人，必须得是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从这里边选你们的老婆啊。那么一从这里边选，我们都知道基本上都是北方人，而且绝大多数是满族人和蒙古族人。那么清朝的妃子，有人统计过后12帝后宫大概是187名妃子，就是皇妃什么都算在内了。其中的满族的得占130多名，蒙古族的大概得有20多名。你想想，剩下的就非常少了，而且一下子呢，等于把中国南方的女人给隔开了。我们都知道美女出自江南多，南方人呢显得那么秀气纤小，所以这一分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这里边好多这个后宫女子一个个你看着都挺胖，都挺魁梧。再第二个呢，那个年月啊，后宫的吃东西吃得好，而且也没有哪个女的像今天说哎呦我要减肥，没那想法。所以吃得好你还不减肥，那毫无疑问这胖不就很正常了吗？再有第三个原因，那会儿咱知道天也冷啊，它不像现在屋里有空调有暖气什么的，没有。你说大冬天呢，清朝皇宫就北京这个天那么冷，我要不多穿点，我要不多吃点，扛不过去啊。一多穿显得就臃肿，一多吃增加脂肪显得就胖。所以咱们看那个真实照片里头，那个时候清朝后宫那些妃子什么的，那个胖是太正常不过了，那才是真实。所以我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就明白，哎呦，可不是吗？再这么一看，像《甄嬛传》这样电视剧里头，这不都骗人吗？没错，因为咱这些女演员，你说孙俪呀、什么孙茜呢、陈思夫这些演《甄嬛传》女演员，哪个平常不得追求自个儿瘦一点？因为咱们都知道，这女人她一瘦，她上镜好看，脸小的上镜就占便宜。你要哪个女的有我这么大一张脸，上镜绝好看不了。所以说呢，他这个演员平常的生活习惯呢，那跟这个几百年前大清后宫那些妃子的习惯大相径庭。所以说演员呈现那种状态端庄秀丽根本不是真实的，那是骗你的，真实的是咱们看照片的状态。有人说那这么一看，《甄嬛传》里这不是真事儿，当然不是真事儿，那是小说家和编剧编的，诚心逗您开心，让您愿意看的。在这里头绝大多数的事儿都不是真的。你看咱随便说几样，首先一个说这个后宫选妃，说这《甄嬛传》里边一看选妃呢程序挺严格，这罗马车把这个妃子选秀这些秀女吧带到这宫里来，一个个看，要是这个皇后皇上呢相中了呢，就给香囊，意思我留下来等下一轮这其实就海选进入下一轮。要没看中的呢，给你花，你走人吧。嘉靖知府之女夏如花，撂牌子似花。说你看那个孙俪演那甄嬛，一进宫里头，说得看看她是不是端庄秀丽啊？怎么办？在地上泼上水，然后整一只猫，别的宫女吓得直叫唤。哎，他呢这孙俪呢很淡定，这算得上端庄。还算端庄。那实际选秀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不是的。实际选秀什么样？
那范围比这个电视剧里写的大得多，程序复杂的多。他为什么这么重视选秀女呢？首先一个，选秀女呢，它有区分。你要如果选要进宫的，其实不光选进宫的，选上的这人除了皇上、后妃从事的后宫以外，还有的要给这个直系亲属，你比方说亲王啊、贝勒这些人找媳妇儿。所以选呢，首先得是选这满八旗的，满蒙八旗、汉八旗，按这个顺序来。哎，这叫选秀女。还有一部分呢是包衣三旗的后代。包衣三旗呢是主要是伺候这个皇室、王公贵胄的。选他们的女孩子进宫干嘛？当宫女、当使唤丫头。但是这里头也有少数、极少数啊，一点点真就当成妃子了。所以这个选秀女的过程当中呢，是决定着满清这个系统的婚姻大事，所以不能马虎。那么一道关一道关，那规模大的这不得了。而且如果你要进宫伺候皇上，那程序更加严格。他规定呢，凡是所有的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到了年龄，这女孩子必须得进宫来参加这个秀女的选择。这3824旗里面，所有的姑娘在13岁到这个17岁都不能结婚。哎，有的人说为什么要到17呢？因为这次海选正好赶上咱身体不舒服，或者有病了，你这次你正好住院了，那没工夫来了，那你就轮着。所以呢，轮到3年以后，你可能就到17岁了。如果你没进过宫，那对不起，你就等到20、30，你都不准嫁人。要让皇上知道，还得罚你。你看，就连一些大臣都不能例外，他们的孩子也不行。在乾隆年间呢，当时的闽浙总督叫德佩，他上书给乾隆皇帝，说请皇帝下旨允许我儿子呢娶两广总督马尔泰的女儿，他女儿10来岁。乾隆皇帝为此大怒，说这还了得，不守规矩了吗？你这个选秀女的这规矩你不守，大清根基都要动摇了。为啥？这是我们决定婚姻大事啊，这整个种族延续的大事。所以说他选择方式是非常严谨的。而且选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以为说皇上哪看得过来，根本就看不过来。主要是皇后领着下边这些太监宫女啊帮着挑，所以这里头误差就很大。另外一个你记住，这不是选美。为什么呢？他规定的必须穿旗装，不能穿什么很时尚装束。这样呢，就会使很多人呢，这好看的人呢出不来。再一个，另外一个，那个时候选美特别忌讳，给皇上或者给下边王公贵胄选老婆，看重两样，一个是门第，一个是品行。你看，一说皇后母仪天下，一说哪个妃子端庄贤淑，这是第一位的。不是你长得漂亮就能进来，但是你不能太丑。母仪天下，母仪天下嘛，模样得说得过去。而且这个清朝皇帝啊，对于美色是很忌讳的，因为红颜祸水啊，这观念深入人心，也怕天下这些读书人说闲话。你看乾隆年间还有这么个事儿，他这个有皇后死了呢，这个乾隆皇帝呢就把他这个丧葬仪式给缩减，有的大臣不满意。说你凭什么就不待见人家？人家年老色衰，你就不喜欢了？乾隆皇帝极力辩解，我可不是因为他岁数大不好看了，我就看不上他。他确实这个各方面性格有点怪，做事做的也不公正。你看，就怕沾上皇上爱美色，沉湎于酒色。所以这是大清时候皇上一个传统。咱们再说这个选呢，为什么他不单纯选美呢？不是选美呢，品行刚才我们说还有一个门第，这门第特别关键。咱就举《甄嬛传》里头例子，这几个例子还挺恰当。你看有个华妃，为什么飞扬跋扈呢？他哥哥是大将军年羹尧，哎，有这个门第，一般来说都能选得进来，不看你长得好看来看。这是去年的龙井吧？娘娘还没喝完啊？旧时的茶，即使存放的再好，也有股子霉味儿。等到甄嬛进宫选的时候呢，一看这是汉八旗过来的，好。封你个什么呢？一看模样也行啊，各方面挺端庄的。好，封你为贵人吧。汉军旗秀女中正好也有2个贵人了。还有一个是沈贵人，沈自山的女儿。沈自山的官位可比甄远道要高。那就给甄氏正6品常在吧。
相貌只是所有素材中的最后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其实，第一是你的家庭背景，第二还是你家庭背景，第三还是你家庭背景。这个人，他们这个家族对我有用，那所以他们家这姑娘就能当皇后。最重要的就当皇后，次重要的就当皇贵妃，再次重要的就当贵妃。这里顺道给大伙说说，这个清朝后妃总共有8个等级，最尊贵的皇后，完了皇贵妃，完了贵妃，然后是妃，完了是嫔，然后是贵人，往下常在、答应，然后最后最末最次的啊，还有个叫官女子，其实就是能陪皇上睡觉的宫女，就这么概念。所以咱们说那时候所谓的选秀女，不是选美，不是光看你模样，品行啊、门第啊，这些都非常重要。是母仪天下，还是阴险毒辣？历史中皇后乌拉那拉氏是否真实存在？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取其性命，令其失子，使其失生。影视剧中不断上演的后宫独占是否真实存在？没有永远的胜者，只有无尽的争斗。请老梁为您辨析后宫争斗的那些真假是非。那么《甄嬛传》里边说的事儿，除了刚才我说这个不符合历史史实，那不符合史实的多了。比方说这里头皇后，哎呀，心狠手辣呀，为了自个儿地位呀，那什么自个儿姐妹呀、自个儿侄子都不放过，还经常害这个害那个，又什么下毒，又不让哪个妃子怀孕的，有这事儿吗？胡说八道。为什么呢？皇后的选择特别重要。当然不排除有个别心肠歹毒的，整体来说，皇后呢，你得性格温柔和顺，母仪天下嘛，是天下女人的榜样。而且皇后乃后宫之长，说白了，领一大家子人呢，过日子呢得，你没个样子也根本不行。所以皇后没有说，很少有心肠那么歹毒的。你就说慈禧当年，咱一说慈禧老佛爷卖国，其实你从大臣眼里看，慈禧几乎就没什么缺点，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行事那得绝对一碗水端平，你得让人说得出来啊！就说这个人这个那个，你不能让人讲究你。再一个，皇后为什么没有必要嫉妒哪个妃子生皇子？因为所有妃子生的皇子都得管他叫妈，都是他的孩子。你那生他那不过是他的生母，真正养着孩子、培养着，这都是皇后的事，他没必要嫉妒下边一个妃子。但历史上极少时候出现过狸猫换太子那下，那是特别特别少见的。所以说皇后最歹毒，极少有这情况。再一个，这里头有说下毒，说我嫉妒你，我给你下毒。你比方说有用这个麝香让你这甄嬛流产，还有的说我嫉妒你，我往你这汤里下药让你痴呆捏傻，有没有这事？绝不可能出现。一个是呢，皇宫里头你要想下毒，你除非买通你这个对手他身边的宫女啊、太监，你买通他给你下毒，可是那谈何容易啊！因为每一个妃子只要上来，他的宫女太监都是一跟他跟多少年，你想买通人家得接受算呢。再一个，一旦你买通这妃子死了，这太监宫女得另外去适应另一个主子，那就基本上升迁无望了，有可能遭到虐待。更严重是他伺候这主子要死了的话，有可能宫女太监殉葬，多危险呢！谁能为那点钱活出命去？不可能的。再另外更主要的是，宫里头戒备森严，你说下毒就下毒，说整什么药整什么药，万一你把皇上给药死的，那了得吗？哪能让你把这毒药嘁哩咔嚓就给带进去？历史上没有那回事。再有的说那雍正，你这一天可真忙活啊，跟这么些女的谈恋爱，哎，又是这个甄嬛的，又什么曹贵人的，又这个妃那个妃，又这个嫔那个嫔的，哎，有没有这事呢？雍正在位13年，勤勉朝政，他哪有那些功夫跟后宫扯这个淡去？这是，而且呢，和妃子在一块有规矩的。因为晚上皇上翻牌子，翻到谁来侍寝来，侍寝呢陪皇上在一块待一会儿之后，你就必须得走。为什么呢？头一个呢，怕皇上睡着了，你妃子在旁边，你要害皇上怎么办呢？来的时候都是脱光了，卷到被窝里头，太监给你扛过来，走时候给你扛走。第二个呢，你不能影响皇上休息。第二天，这不子丑寅卯吗？赶到这个卯时，皇上得上朝啊，
就3点到5点这时候寅时啊，子丑寅卯寅时，皇上上朝。你说你这一晚上皇上跟你在一块儿，这不上朝影响吗？对工作有影响，所以这些摞到一块儿，皇上是基本上妃子侍寝没有陪一宿的，所以妃子也没有那么多机会真正在皇上身边吹枕边风啊。这个妃子不行，那个不行，张得长理也短，他在那给往人碗里头下蛆，也没那么多这事儿。所以要今天经我这么一说，您可能明白了，《甄嬛传》里大多数反映后宫尔虞我诈的事儿，那都是骗你的。所以咱们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你要喜欢看这剧没啥，娱乐嘛，但是你要拿它当真事儿，那您可就有点傻了。要想了解真实的历史，您还是看正史为好，千万不要拿电视剧里的事儿当做真实的历史来接受。